你身为祥瑞之物，却如此胆小，受一点惊吓就躲着不出，有何出息啊？我倒认识一人，明明会怕会哭，却总是迎难而上，从不退缩。带你去拜个师如何啊？又在暗自垂泪，怎么回回被我撞见？都这样了，你不哭不闹，不求我追加钱帛，倒还有力气收拾这些残花。蒋小花，你的韧劲可比你的花顽强多了。生意出了这样的岔子，我有愧蒋军的期待。当初你信誓旦旦地跟我说，自己的手艺能让我一本万利，饼画的比15的满月还圆。我失望的不是这点小钱，而是我堂堂花鸟使，竟看走了眼。我的养花之才，您并没有看走眼。如今失败，皆是因为我犯了自以为是的毛病。哦，何出此言啊？我在山中挖这些花的时候，虽然知道会对其造成损伤，但是因为我之前曾经成功移栽过多次，我便忽视了自己对山花的经验不足，以为凭借自己的手艺，还有好肥灌溉，可以将损害降到最低。谁知道，我没能兼顾到后续的长势。如今将这些花钱退给主顾们，也是应当的。我也有愧蒋军的出资。若是您想拿回本钱，撤出这单生意，我接受。你压箱底的钱都散得差不多了，怎么赔我？欢云楼的娘子们可都知道，我后院住了一个伶牙俐齿的种花女。若是因为一顿酒钱把你给逼死了，岂不是砸了我怜香惜玉的美名？做生意，不可以利为利，当以诚为利。既然蒋军你投了我这生意，我就要对你的每一枚铜板都要负责。待我赚回本钱，我立即还你。行商如作战，胜败乃常事。有了教训，改进便是。我给你投钱是为了100贯变10000贯，若是只拿回本钱，断了合作，对我而言就是亏了。是是是，蒋军目光长远，我定不会辜负蒋军的信任。蒋军，您看，这一片都是我培育的新品牡丹，此花颜色一绝，只是很难开花，所以进价不高。不过我已经改良了此缺陷，并且取名春意婉。我不关心它们什么颜色，我只要它们能为我挣钱。能的能的，这些春意婉花期长，可以一直开到芍药上市。待入秋以后，我再去挑一批上好的种苗，从头开始培植，定不会再出现移栽的风险。那我下个月的酒钱就指着你了。没问题。不过还有另外一桩赔偿，你今日就得补给我。什么赔偿？我得了条金鲫鱼，见者皆有好运。可惜呢，他胆小怕惊，我守了他1天，他马上就要出来，却被你这后院的动静给吓了回去。说说吧，怎么赔我？
将军，你怎么时而善解人意，时而蛮不讲理呢？你这鱼跟我有何干啊？一码归一码，这可是要进献圣人的鱼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这养鱼跟养花相似，环境适宜最为重要。这游鱼本来生于江河之中，不若试着给其营造熟悉的氛围，月影落幕，让他认为自己仍处在山野清泉之中，或许便可现身了。取巧小技，人畜皆骗，果然是奸商之才。花鸟大臣不懂驯养，果然滥竽之士。你有经商之才，为商之道，不会不知道售卖鲜花成本高昂，风险甚多。为何不做其他赚钱的营生？花鸟使臣进宫弄气，自然计较美物价值。可是我养花卖花，皆是因为自己喜好，随心而活。对于我来说，这牡丹花便是这世上最珍贵的美好之物。牡丹花娇贵脆弱，毫无用处，只是个空有美貌的玩物。至于你沉迷至此吗？不管他们之前经历过什么，只要重新被插回到土壤当中，便会再次扎根，向阳而生。每每看到这些，我心中就会涌出从头再来的力量。都说有用之人方可欣赏无用之美，如此说来，将军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呢？如此牙尖嘴利，吵得我头都疼了。这鱼到底出不出得来？出得来，爸，再等一等。他是不是在这底下？好像在这边。看到了。这么小。有用吧？今日我自己去，你若去了，这鲜花饼还不知落谁肚子里了。不去就不去，可若是有人来寻郎君，以我为什么没有陪郎君去见舞姬，我该怎么说呀？你让他们想想，你若跟我一起去见舞姬，郎情妾意的，这像话吗？驾！郎君慢走。见马英。哎，进来，驾！见舞姬，何娘子跟着，就像话啦。再来，来，这是一定比以前厉害呀！阿伯可还要考考你。我这里呢有7块钱，我给了你1块，还有几块啊5块。堂儿，如果这还算不明白的话，阿伯这饼可就不能给你。阿星，哎，堂儿，阿伯说糖儿再说不清楚就不能吃饼了。堂儿不哭，不哭不哭。阿兄问你了，阿伯呢给了堂儿3块鲜花饼，阿兄要给他2块。堂儿现在手里有几块鲜花饼？7块。先去找阿伯领饼吃吧，就说啊是阿兄给的。你呀，阿兄，
来，阿兄怎么，但是我总是打不好，要不我给你别能不能教教我？啊，不会。好啊，哭了啊。那你今天要想打得准，弓杆首先要拿稳，定准目标。跑！你这个小童真有意思，我不是贼，正相反，我才是来抓贼的。抓那个偷我鲜花饼的小贼。花鸟使偷我东西送人情，还厚颜无耻拿石子砸我，这般以身作则，难道不怕上梁不正下梁歪吗？我这根上梁本来就不正，他们歪着歪着，或许反而长得端正。我说，今日这点心怎么比往日的好吃呢？随之啊，就爱玩笑。娘子，不要跟他一般计较。快，进来喝盏茶吧。哎，慢些跑，慢些跑。阿兄，吴伯，这里可是虚姑之所。这里啊，是我跟孩子们的家。虽然他们没了父母，但却不是孤儿。是我狭隘了，吴伯莫怪。无妨，我只是不想让孩子们觉得他们与别人不同。他们在这里被悉心照顾着，又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，比起别家的孩子，兴许是更加幸福呢。这话呀，倒是不错。虽不能跟那些富贵人家相比，但有随之的看顾，吃穿用度不愁，还有夫子啊，来这儿教他们读书学礼呢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真不敢相信堂堂的花鸟使，居然会亲自烧水哄孩子。吴伯，花鸟使看上去与您十分相熟，您说您本是洛阳人，为何现在会在这里跟他一起照看这些孩子呢？当年离家到蒋府做工，就是想多赚些钱多。因略通岐黄之术，所以府中的下人们谁身子不适，就都来找我。后来随之的母亲便将我提拔成了他院中的管事。可以说啊，我是看着随之长大的。怪不得他对您十分的恭敬。吴伯，哎，花鸟使少时性情也如此顽劣吗？随之啊，他就是看上去桀骜不驯，其实啊，心性纯良。夫人去世之后，院中人皆被遣散，不逢那年赶上了饥荒，有许多孩童都无家可归，随之便又把我请了回来，替他照顾这些孩子们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本该今日为孩子们沐浴的王大娘病了，若不是缺人手，你觉得我会纵容你跟过来吗？女孩们归你。虽然你是我的债主，但我好歹是自由之身，不但不还我饼钱，还指使我干活，这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抠死你算了。饼钱和工钱从分红里扣，行了吧？你们的阿兄啊，不像求人的样子，但是看在你们这么可爱的份上，姐姐带你们去沐浴好不好？姐姐是阿松的娘子吗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给阿兄做鲜花饼？为什么要帮阿兄？当然是因为他欠我的。别理他，他乱说的。走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阿伯，可要抓了啊！来，坐下。阿兄教你们写下来。哎，横要平，
树要直，走不过的啊！不愧是你的阿弟阿妹啊，洗个澡都这么不消停。王大娘年事已高，不若日后沐浴的活你便承包了吧。行啊，只要每个月分红把劳工费给我扣出来就可以。行啊。蒋长阳，你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可真不像个贪官。你终于发现我这个富贵闲人的可取之处了。明明怀有善心，为何要藏着掖着？是怕被什么人发现不成？我若想藏，如何能被你发现？你回去想要帮我振振声名，我自然不会拒绝。只是怕旁人不会信你说的话，还会反过来骂我矫情失行。我也没你想的那般崇高，不过是库房里的钱帛堆不下了，拿出来做做善事，积积福报。毕竟你也知道，咒我死的人